什么是意识？人造的机器真的能思考吗？人类的大脑到底仅仅是神经元的集合体，还是一种神秘意志的存在？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些都是关于未来人工智能的一些重要考虑因素。但是对于一位英国计算机科学家 Alan Turing 而言，他关心一个更简单的问题：电脑可以如人类一样的交流吗？这个问题让他有了测量人工智能的想法。之后，这便演变为著名的图灵测试。在1950年，Turing 在《计算机器与智能》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游戏：一个判官和看不到的选手用短信交流，然后评价他们的回答。要通过考试，电脑必须能在没有改变结果的情况下代替其中一位选手。换句话说，一台电脑可以被认为是聪明的，如果无法轻易分辨一台电脑与一个人的区别。Turing 预计在2000年，拥有100兆字节内存的机器会轻易地通过图灵测试。但是 Turing 计算错了，虽然现代的电脑具备更多的内存，没有几个通过了图灵测试。那些通过图灵测试的电脑，并不是用了压倒性的计算能力，而是用了巧妙的手段来迷惑判官。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测试，ELIZA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有资格成功的程序。仅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脚本，ELIZA 成功的迷惑了很多人，通过模仿心理专家，鼓励他们多说话，同时也发问他们的问题。另一个早期程式脚本 Perry 运用相反的方式，模仿了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，一直将话题转移回他自己预设的困扰。他们玩弄人们的成功，凸显出测试的缺点。人类常常把很多并不聪明的事物归类于聪明。尽管如此，年度竞赛，比如洛伯纳奖，使测试变得更规范，让判官们事先知道有些对话选手是机器。虽然总体质量上升了，很多聊天机器人还是运用了与 ELIZA 和 Perry 类似的技巧。1997年的获胜者 Catherine 能够进行惊人般的聪慧绘画，但是这是在讨论与 Bill Clinton 相关的话题。最近的获胜者 Eugene Gustman 拥有13岁的乌克兰少年的个性，使判官将他的别扭语法理解为语言及文化的阻碍。在这同时，其他的程式如 Cleverbot 采取了另一个方式，通过分析与统计巨大的真实对话数据，决定最好的回答方式。有一些还存储先前对话的记忆，以便长期改善。但尽管 Cleverbot 自己的答复听起来非常像人类，对始终如一的个性的缺乏及无法回答崭新的话题，则完全暴露了它。在 Turing 的时代里，谁可能预料到今日的电脑能够驾驶宇宙飞船，能操控精巧的手术，还能解答大量的方程，可仍与最基本的对话斗争。人类语言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，连最大最广泛的字典都无法记录。聊天机器人会被简单的停顿，如会不会没有正确回答的问题而弄得团团转。一个简单的对话句子，比如我从冰箱里拿出了果汁，然后给了他，但忘了查明日子，需要丰富的潜在的知识与直觉来解析。事实证明，让模仿人类对话比单纯的增加记忆力和运算量更加复杂。在接近 Turing 的目标的同时，我们也终究需考虑一下与意识相关的重大问题。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